是邱平，我现在在山西临汾的襄宁县，这是一个大山里面的古村落。大家看我现在站在的位置，看这个房屋的结构，应该能看得出来，我是来到了一个废弃的地主大院。现在走进去看一看，以前这里应该是有大门，不过现在完全倒塌了。在这个大门这里，门楼应该是非常漂亮的，在古时候他们非常注重门楼。不过呢，经过时代的变迁，基本上是都没有了。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大院呢，是叫做杨家大院。一个这样的小山村，有2个大地主，就证明这个以前发展的非常不错。你看这个建筑是不是很有意思？2层的大院，这个很少见得到啊。南方的大院跟北方的大院区别太大了。走南方，一眼望去都是一个对称的，而且大部分是木头，而到了北方呢，窑洞、砖结构。在黄土高原上，不管是普通人家还是有身份的财主，都喜欢建窑洞。尽管说这个地主大院现在已经废弃了，但是能够看得出来，这些窑洞建造的非常精致，里面和外面都是砖结构。这个就证明需要一定财力的人才能建造这些。这座大院也是属于四合院形式的，它是属于清朝中期建设，离现在大概200多年。当年豪华的住宅，现在只剩下一些残垣断壁。这些窑洞看起来都不小，感觉里面空间都挺大的。我来到这个村落，碰到当地的村民，他跟我说，以前这个窑洞上面还有1层，只不过时间这么久，全部掉下来了。你看，连上面的木头都倒塌下来了，在深处都有台阶能够走到上面的。那这些窑洞的功能是什么？正前方那几个窑洞就是地主、财主居住的，2侧是他的小孩、儿子、孙子以及管家这些人居住的。那在上面的窑洞就是他的女儿居住的，相当于是绣楼，因为古代千金大小姐是不出门的。左边这边的房屋已经全部倒塌了，主要就剩下正前方以及右边的这些窑洞。前几年应该还住过人，那些窗户都全部换了，变成铁窗户还有玻璃。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窑洞是2层，我一开始也以为是2层，结果当地村民给我们介绍，这个窑洞其实是有3层，最上面1层已经损毁了，找不到影子，上面都是杂草丛生。正方的窑洞和侧边的窑洞中间有条小巷，上2楼的台阶就隐藏在这里，非常隐蔽。我们现在不上去，等一下去另外一座地主大院看的时候再去走一走。在这里我发现一个非常奇特的地方，我们前面看到这3个窑洞，最上面那个不是圆形的，有点尖尖的，像哥特式建筑，同时这个也有点像陕北那边1500年的窑洞，就匈奴人建的窑洞类似。而在正前方这个窑洞就是天圆地方，上面是圆的，下面是正方形的，这个非常奇怪啊！同一个地方，窑洞的布局、窑洞的规格却是2种形式，搞不明白。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地主的后人，他在清朝末年接触过欧洲的建筑风格，比方说哥特式的，所以采用了这样一种方式，确实非常奇怪。一个大院2种建筑方式很少见。看完了杨家大院，我们现在准备去王家大院看一看。按照当地的村民介绍，王家大院比杨家大院还气派，并且他们2者是有关联、有关系的，建筑风格也是一样的。在去王家大院的路上还看到一棵古树，这些古树的作用还是很大，它基本上见证了一个村落的发展。因为凡是古村落基本上都有古树，越古老的村落它树木也越大，反过来也是一样，这些树木越古老越大，就证明你这个村落历史悠久。你看我们看到这些砖，估计又是上面那个王家大院废弃了，有人整理放在这里的。这个就是王家大院，比下面杨家大院还气派，还更大。这里是大门，不过已经倒塌了，但是呢依然能掩昔日的辉煌。这个院子非常有意思，它是有这样的说法：院子套院子，上下院，院中有院，层次分明，错落有致，十分气派。我们往里面走一走，一进来就发现有一个院落，它这里的房屋就跟我们平时看到地主大院有点类似。我们都说很多大院有1重院落、2重院落、
3重院落，它这里呢就分为上下2重，这里属于下院，就是以前地主家里的长工以及下人居住的地方。不过现在已经倒塌完了，在这个窑洞对面就是以前的马房。通过空中的画面可以明显的看得出来，这个王家大院比下面的杨家大院更气派更大，不过呢损毁也更严重。这下人居住的，我一开始以为是2个窑洞，没想到是3个。最旁边这个已经倒塌的完毕了。你看这个窑洞跟我们平时看的窑洞有点区别吧？它这个是先用砖弄成窑洞的形式，上面覆盖一层土，这个算是新式窑洞。传统的窑洞是直接在黄泥土里面挖出来，这个成本比那种大得多得多，因为砖是要采购的。现在在陕北有人新建的窑洞，其实跟这种类似。继续往前走，从这里过去是主人居住的地方，这个相当于是门楼，跟其他地主大院比没有那么精致啊。这里弄的也是像哥特式建筑的，非常奇怪。我们刚刚就是从这里进来的，那其实这里也是一个窑洞，也就是说它这既是窑洞，同时也是一个通道，就跟陕西还有河南那些地坑院很相似。因为它这里建造的是一个封闭的四合院，那么你全部都是窑洞，只能把其中一个作为通道来设计。如果上面建得高一点，其实就相当于是一个地坑院。看到这里，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窑洞的建造方式布局跟下面的杨家大院是一样的？可能当时他们请的工匠设计者都是同一批人。那么为什么他们会设计成一个样子呢？我们就来说一说王家大院和杨家大院的关系。这个杨家是早期发展起来的，按照当地的村民来说，一开始卖些豆腐，后来卖些其他的，慢慢的家庭条件就越来越好，置办了很多土地。当时这个杨家雇请了一个长工，姓王，一直在他家里劳作。某一天，这个王长工在一个房间打扫环境的时候，突然发现炕里面有一桶金元宝。当时王长工没有做声，重新恢复原状，就把这个事情瞒下来了。后面某一天，杨地主和这个长工因为一些事情闹矛盾，吵起来了，杨地主就把王长工辞退了。过了没多久，王长工来找到这个地主说，某某一间房，你能不能把它卖给我？那个地主看他在家里干活这么多年，并且一直也是兢兢业业，想了一想就答应了。这个时候那个王长工高兴了，他这个房子买到之后没多久就把那个金元宝挖出来了，于是就建造了这样一栋大院。当然一开始可能没这么豪华，起码启动资金有了，后面经过传承，这个王家越来越好，建的房屋也比那个杨家更气派更大。还有一种说法是王家这个祖先他是一个兽医，技术非常好，经常有人找他看病，那么他财产也越来越多。最后还有一种说法是燕侯村这一带数百公里范围内煤铁资源丰厚，比较容易开采。早在数千年以前，这里就有人就地取材，就地炼铁。那么这个王家和杨家他们就是抓住了这个开采煤炭等等，从而发家，进而建造了这个地主大院。我是觉得第3种说法更为可信。现在找个窑洞进去参观一下，这是第一个。这个窑洞里面也全是砖结构，一般窑洞里面都有个炕，我们看到右边那个角落有一个洞，漆黑的，那个就是排烟的，通过那里到了上面，只不过是打开了，以前平时是封闭的。因为山西这边冬天比较冷，你如果不烧炕，晚上是没法睡的。这旁边这里是一个灶台，一般也是在这里做饭，然后做饭那个火烧的热量就进入到炕，烟就从里面排走了。布局跟下面的杨家大院是一样的，两侧是他的儿孙居住的地方，正前方那几个窑洞就是地主老爷以及他的夫人还有长辈居住的。上面的2楼、3楼已经全部塌掉了，但是还能看到痕迹。等一下我们走上去，这里有个很好玩的，这个门上面这里凸出来一点，很多人以为可能是门当户对，在这里不是，它是属于门章，这个地方是可以活动的，在里面有个卡扣，把那个卡扣弄掉，这个门章就可以抽出来，下面这个门就可以更换了。因为这个相当于是榫卯结构，你如果不能拆开的话，直接换门是非常困难的。这个我们在湖北黄石介绍过一次，
这里只是门打不开，如果打得开的话，我们就可以演示一下。以前的工匠确实也很有智慧，这个东西就相当于是流水线上生产的一样，每一个零件可以更换。这是其中一个窑洞，里面也是放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听当地村民讲，这个王家大院的后人还居住在这个村里面，他们在10多年前还住在这里，只不过这个窑洞可能现在有点不安全，他们就在下面其他地方重新建了一栋房子居住。现在去2楼参观一下，这个还是非常隐蔽，并且比较陡峭，这么小就证明一般只有女子才会走上去。这现在上面已经倒塌完毕了，全是杂草丛生。这现在上面都是遗迹，以前这里也是一个通道。听当地村民讲，这个地方是因为着火了，很多东西就一烧倒塌了。这个草长得非常茂密，因为这上面是覆盖了一层黄泥土，我们就不走过去了。那么这些地主最后去哪里了？说的简单一点，还是家道中落。早期的地主很有才华，奋斗起了这样一份家业，后面没有那个生意头脑，于是就慢慢的衰落了，只留下这些建筑，见证了当年的豪华，当年的气派。我们刚刚说王家能够起家是靠挖到一个金元宝，那么杨家的财产是放在哪里呢？可能很多人也不知道，也很意外，就是放在大门口。一开始没有人知道，后来是几十年前有一次倒塌了，发现那里有一个相当于仓库一样，有一个金，就是在右边最角落那个位置。当然被发现的时候，里面已经什么都没有了。这些地主大院这样废弃的挺可惜的。山西很多地方啊都有古村落，村里面都有这样豪华的地主大院。假如说这些大院白送你一套，你会不会要？你会不会整理一套，重新打造一下？其实有时候觉得这些地方打造成农家乐还是挺不错的，就像在一些旅游城市，他们很多打造成民宿。希望下次看到这些建筑能够越来越好。我现在在山西的黄河边上面，大家对山西的印象有哪些？我是小时候知道山西有个五台山，那个是通过《鹿鼎记》知道的。后面了解到山西煤矿很多，有很多煤老板，这个在网上到处都能看得到。那现在肯定了解到山西不止如此啊，有丰富的历史遗迹、古迹，地上文物看山西就能够体现得非常清楚。那么也包括一些地主大院，你像乔家大院、王家大院、李家大院。我们今天来到这个黄河边上面，就是来探寻一个煤矿老板开凿的、建设的地主大院，大概有400年的历史。这里属于黄河，对面属于陕西，那上面有一条沿黄公路，在那边看黄河非常漂亮啊。当然山西这边也有，只不过这个很多地方是在修缮。我去年和今年上半年去了一趟陕北嘛，就是沿着这个沿黄公路一路北上，到达延安，再往远处走个几百公里，有一个乾坤湾，那个地方非常漂亮。今天我们来探寻的就是在这个黄河边上面有几座豪华的地主大院，窑洞式布局的。走到黄土地上面，到处都能看到窑洞，前方那里也有，不过看起来有点像荒废的一样。这边又是一些废弃的窑洞，那边有好几个，可能当时是一户人家的。而这里这个窑洞呢，与众不同，应该是后期建造的。完整的说法应该是建成窑洞形式的房屋，全部是石头弄成的。这里已经成果园了，在黄土大地上面，最不缺的就是窑洞。陕北很多，如果大家去陕北的话，还能够发现很多人到现在仍然居住在窑洞里面，因为冬暖夏凉，里面是非常舒服。你像今年高温天气持续了很长时间，在城市里面一定要空调，而在这个窑洞里面呢，就不用了。荒废的窑洞就是这样的，算是比较传统的窑洞了。在路边明显的可以看到这个窑洞都有点塌方了，全是从上面掉落下来的，已经搬走了。他们门口我看到经常会有一个帘子，可能是不是挡灰的，窑洞都有啊。那个地主大院就在这一块，
有好几栋，这些就是当年的地主大院，看起来跟普通的房屋就不一样。这栋应该是最大的，旁边也是，好像这里大概是有4栋地主大院，是他们4兄弟建造的。我们走近看一下，然后再说一些这些地主大院的来源。这个地方也是中国传统村落，叫做石壁村。当时在几百年前，能用砖建起来的房屋可不简单了，财力是绝对超级雄厚的。在这个对面也是一栋啊，还有很多雕刻，砖雕那些。从下面一来就可以看到是1号院，前方有个拴马柱，它可能很多马匹。你看这里是干嘛的呢？估计就是放马的马房。这个是大门，门楼，上面雕刻很精美啊。在门的正前方就是一个照壁，听说照壁以前是有石雕雕刻的，但现在已经没有了。山明水秀，山清水秀，这个上面这个雕刻很精美吧？好像是属于木雕。这是博古图案，有瓶，有等等这些，只要是这种豪门大宅，都是有很多精美的雕刻的。现在进去看一下，看看地主大院里面是什么的布局。哎呦，里面感觉是杂草丛生。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是第1道大门，然后里面呢还有门，这个相当于是1进院落。这个大家知道是什么吧？这是旗杆石的底座，就证明他们家族出现过有功名的人，就读书中了举，或者中了进士这些等等。树立旗杆石也是有规矩的，一般中了举人只有1根旗杆石，中了进士才能树立2根旗杆石。这个旗杆石的柱子非常大呀，真的没想到这上面的雕刻也很精美。这个好像捆的是书吧，这个也算是造币了。狮子、麒麟，意思一样的。麒麟一般是麒麟送子嘛，就是说的他们多子多福的意思。这个第2重门，这里的就更精美了。两侧的砖雕是雨门图，山水影壁，里面是以梅花、竹子为图案。这个雨门图应该就是黄河雨龙门那里，不过已经有点损坏了，非常可惜。前方这是一个造壁，然后呢，这个是一个土地灶供奉的。以前上面应该是有福禄寿的，不过非常可惜啊，已经没了。再往前走就是主体院落，地主生活的地方。它是北边有4个窑洞，南边有3个窑洞。在这个里面现在杂草丛生，这个不知道是种的是花椒树还是什么。前方这些窑洞就是地主和他的长辈居住的。从古至今，一般地主他跟儿子住在一起，女儿的话，特别是明清是分开院落的，女儿的院落在另外一个地方，都是那个窑洞式的布局。通过窑洞也能够知道主人家里的财力比较雄厚。他这个房屋基本用木头比较少，都是用石头建造的。这个很高吧？那上面还有雕花，那这个花好像都不一样。他们山西这边建窑洞式的那个大院呢，都会弄这个花，包括晋南第1大院李家大院同样是如此。感觉这里面现在全是花椒树，刺非常多，杂草丛生，这些都比人还高啊！这些窑洞后面还有人居住过，上面还有奖状，不过现在已经塌掉了，这算是危房。在1号院旁边又是一个院落，这里的大门已经全部倒塌了，只剩下一些残留的建筑。走进去看看，这里以前应该也是有一个造壁，就跟刚才的那个影壁墙一样。这看起来院落还挺大的，估摸着有400-500平方米。前方是有好几个窑洞，这里已经变成菜园子了。这里应该是当年的小姐绣楼，看痕迹能够看得出来，
以前是有2层的，只不过倒塌完了。一般说小姐的绣楼是相对来独立的，它这里呢也是一个四合院形式，刚好跟1号院那个门又是连接着，所以说应该是小姐的绣楼。航拍的画面就看得比较明显，一边大一边小。按照考证，这个院落大概是建在清朝道光年间，也就是说170年到200年左右。这个是3号院，它是有2层的，下面相当于是地下室一样的，主房间在上面。这个看起来有点像空中楼阁一样，刚好是对着黄河，这个就非常精美了。我感觉它这个花费比1号大院还多。你看这个墙壁，基本上是用石头累积起来，而且很整齐。下面有好多个房间，那这里不知道是它存放东西，还是说它下人居住的地方。那里应该就是大门楼，可以看得到。不过呢，也是基本倒塌完了，没有剩下什么，非常可惜啊！不止2层啊，1层、2层、3层，这上面还有，就是说它是沿着这个山势而建的。这个是2号院，感觉比那边的更精致，保存的更完好一些。那这个就是照壁了。它大门是在那里，上面还有一部分，那个不知道是不是角楼，相当于守卫的。旁边就是黄河，明显的可以看到这里有条道路，专门是通往黄河边上的。那以前这里应该是一个码头。那么我们就来先说一说这个码头，以及这里为什么会有地主大院的故事。这个地方也是叫做施家滩。它紧靠着黄河，上面连接着壶口瀑布，下面连接着黄河雨门，是一个小村庄，地理位置非常有优势，一直是上下船只的集中点。在古代，黄河是通航的，只不过它是分段通航。在这个施家滩附近，当时有7、8座私人开办的小煤矿，从而满载粮食、药材、牲畜等船只。它是没办法通过壶口瀑布，于是船只能停靠在施家滩渡口卸货，再经陆地绕过黄河，重新张船。久而久之，施家滩就成为上下船只的中转地。卸货之后，他们再把这附近的煤运送走。所以说，这里当时船来船往，人流如织，商贸非常繁忙，有很多生意人远近闻名。在这种背景下面，这几个地主大院也诞生了。他们是姓杜，从而这里是叫做杜氏民居。他们的先祖是从洪洞、大槐树迁到这个地方定居的。经过若干的努力，到清朝道光年间，他们在这里附近开了一座小煤窑。他们将挖出来的煤通过黄河的船运行到韩城，再经骡马驮运送到山西的煤站卖出，就相当于煤的客栈，逐渐有所积累。随着杜家的财力愈加雄厚，他们就在黄河滩边连续盖了4座精美的宅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些，应该是4个兄弟，并且在这边的县城买了大量的土地。杜家当时成了襄宁县有名的大财主。他们不仅仅是开煤矿，并且在陕西关中一带做了很多其他的生意，有很多店铺。我们刚才介绍了一下这个地方为什么会有码头，还有说了这些地主大院的来源。现在就看看这个，很精美吧？这个在这里呢，应该是最精美的一座大院，离黄河边上很近，大概就20-30米，里面也是有2个院落的。它这个有点像欧式风格的，而且是哥特式的。难道这个还受过欧洲的教育吗？大门一进去也是一个小的院落，应该是放一些杂物或者是储存东西，以及槽房这些。走到底往左拐才是进入真正的大院。山西的很多财主大院都是这么修建的，跟南方区别很大，它一般不是那么对称。看看内部的布局是什么样的。它这个大院
有点像城堡形式的，真的是四周都围起来了。那么正前方那些窑洞就是主人居住的，左右两侧就是他的小孩居住的。这边已经倒塌了，那最旁边看到那个顶部没有，应该是一个角楼，所以说才是城堡式的四合院形式。前方那边已经完全倒塌完了，已经看不到什么痕迹。它这个地方经历了400年，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在清朝时候建立的，因为它是经过慢慢的修缮嘛，在以前老的基础上慢慢的修建起来。那可能说最开始它这个窑洞只有这一部分，然后慢慢的扩建。有这么豪华的大院，那些地主最后跑去哪里了？一般我们有这样一句古话说，富不过3代，在这里其实也能够对照得上。杜家的末代财主，他从小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但是他染上了一些恶习，比方说吸食鸦片，在几十年当中卖掉了杜家大片土地和许多店铺，加之上百年前战乱比较多，土匪横行，打家劫舍的事情常常发生，后面财产越来越少，房子也越来越少。这个杜家的末代财主他觉得没有脸见老祖宗，于是就跳黄河自杀了。如今这个村落已经衰落，变成了传统古村落，曾经的这些大宅院经历了几百年的风风雨雨，现在已经铅华洗尽，静静地矗立在黄河岸边。之前我们在全国看到很多藩王墓，那些大部分是朱元璋的后代，因为朱元璋的子孙都在全国各个地方当藩王、当王爷，那么自然就有那些陵墓。那同时他们当藩王有王府、有大院。今天来的这个地方是一个几百年的大院，如果是在明朝，那可能就变成王府了。它是属于清朝建立的，不过呢，按照资料说，它是朱元璋的后代建造的。现在我们就去这个大院看一看。我们经常形容一个人说话，他左顾言他，不讲到核心的东西，不讲到正儿八经，就是拐弯抹角。那其实真正的拐弯抹角，不是形容那个的，是在一种道路的展示形式，就跟我们在很多大殿看到歪门邪道一样，门是歪的，道路是斜的，也是一种建筑手法。那这个拐弯抹角其实也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建筑方式。你看这里一个角有一个弯，前方也是一个弯，刚好这里以前呢又是一条道路。我们不说官道，那这起码是当时的马车还有运送货物的道路。如果说没有这种拐弯，没有这种角的话，直接变成直 T 字形的话，就很容易冲撞。那有这个呢，就能够看到前方。就像我现在要走出去，不管是往左还是往右，走到这个地方，视线都能够非常好。你看，一走到这里就能够看到，不会有遮挡。左边也是一样的道理，这个就是拐弯抹角的一些展现形式。大院就在前方，可以看到是很高的，它是依着山势而建。很多人对过去的地主生活都充满了向往，但是你要了解过去地主的生活状态、生活方式，往往我们只能通过一些影视作品。尽管说现在地主已经成为过去式了，但是以前的那些老地主、老财主曾经居住过的很多豪门大宅则保留下来了。特别是地上文物看陕西，到处都能看到古村落，能够看到一些豪门大宅。如今很多已经成了当地著名的旅游景点，那有一些豪门大宅已经变成废墟，默默地躺在黄土地上面。在如今山西省霍州市许村有一座朱家大院，是依山而建，占地面积大概15000多平方米。按照资料记载，
这个是朱元璋后人兴建的。明朝的历史大家都非常熟悉，特别是朱元璋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作为开国皇帝，他并没有把自己的儿子全部放在京城，而是采取分封制，这个相当于是历史的倒车。他把他的儿子分封到全国各个地方为藩王，大家最熟悉的就是燕王朱棣，后面还造反成功。其中朱元璋的第13个儿子朱贵被分封到山西大同府，后面朱贵的儿子就被分封到我们今天来的这个地方，他的后代一直在这里生活。其中到了清朝的时候，这个家族出现了一个比较厉害的人物，在这里兴建了这样一座豪门大院。从航拍的画面也可以看到，这个房屋非常气派。按照资料记载，当时建完成之后，这栋建筑总共房间大概是240个，布局错落有致，里面的雕刻巧夺天工，并且地下还有一些通道，就相当于是暗道。我们现在来准备参观，上面那边是属于上院，最核心的，那这边是属于中院。那明显的看得出来，它这两个不是在一个中轴线上面的。上院应该说是坐西朝东，而这个中院尽管说也是坐西朝东，那不过呢是在它的侧边，这个很有意思吧？在南方建筑形式不可能是这样的。中院这里，这个还有几个字，挺精美的。它这边的字也非常有特点，它是这样的，相当于一体字。经常有些字不是多一横，就是少一横。还有呢，它那个撇捺，它用点代替，这个就非常奇怪。进入中院的大门，这里发现一块很大的空地，这里应该是以前的马房。然后从这里过去才是那个窑洞院落，整个建筑的卧室都是窑洞式的布局。山西的很多地主大院，特别是窑洞式布局的，它都会出现院中有院、院套院的情况出现。而这里中院一打开这个扇门，里面就是一个四合院的布局，就跟我们看到的地坑院一样。中院主要居住的是地主家里的儿孙辈，他们是在这里生活，其中像里面有一些还有暗道，不过现在我们进不去，看不到。等一下去了里面的一个小姐的绣楼，应该是能够看到暗道的。这里是中院的第2层，可以明显的看到这是一个平台，起到什么作用？主要就是由于这些地主大院处于黄土高原，没有花园，他们就是在这个赏月。现在我们去上院还有绣楼看一下，那边才是最核心的地方。这个相当于是门楼，看到没有？很新，这是因为重新修建的，旧的在那里啊，原版的，当然是1:1复制的，这是因为以前遭到损毁、着火了，重新修复了一下。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墙壁，这些是什么东西？可能很多人想不出来。这里有4个，整个这个大院大概有70多个，就是烟囱排烟的。这个在地主大院里面是一绝啊，我们在其他地主大院应该看不到这样的。这种基本上在窑洞式的地主大院里面都有，它里面是要烧炕的，从而有烟囱，每个房间都有烟囱出来。现在我们进去，这是一个大门，旋洞，上面有5只蝙蝠，五福临门的意思。这里面其实是一个窑洞的，它这边的大院全部是建成窑洞的方式。从这里进去就是上院，它这个进来的方式都有点不一样。这里面的布局跟中院差不多，只不过规模大了很多，装修建设的都比较精致一点。这个我们在以前也说过，它这里既是窑洞又是通道。你如果在空中看的话这里就是一个四合院，很多人不知道怎么进出，只有你走下来才能够知道这里是一个通道。这个是不是很巧妙？就像陕西还有河南的三门峡以及山西运城一带有很多地坑院一样，既是窑洞，同时也是一个出入口。特别是碰到什么紧急情况下，
前方那个大门一封闭，外人是进不来。就比方说土匪要攻打的话，他是没法进来的。我们在这个大院里面可以看到，它上面的雕刻非常精美，而且这里面呢全部是原版的。在后面还有一个2楼，相当于是小姐的绣楼以及他们家族的金库就在上面。这边都有很多雕刻，一些花花朵朵。四合院有个好处就是它的四周都是有一个回廊，也是相通的。现在我们去2楼看一下，就是绣楼那些。我猜想以前小姐在绣楼待着，这个门就把它锁住了，因为小姐在绣楼是不能出门的，不能下来的，吃住都在上面。推开，这样就上来了，变成2楼。看屋脊这些，真的是美不胜收啊！这下面四合院的形式完全是一个独立的，谁有想不到它的通道在哪里，对不对？现在准备看一下小姐的闺房绣楼是哪一些，就在这一块。大家首先可以看到这个3个窑洞正房前面有一堵墙，这是为什么？这个很简单，一出这个窑洞的大门，你是看不到外面的。这个就是典型的待之闺中，外人看不到。我们说古代千金大小姐，她既然在绣楼待着不出去，那她有活动场所，还有学习的场所。像这边就是学习的地方。一般古代那些千金大小姐10岁到13岁就送到2楼进行培养、进行学习。经常会有这样的说法，在古代女子无才便是德。其实恰恰相反，在这些很富有、条件很好的人家，他不是这么想的，他会培养女子的兴趣，会培养她的琴棋书画。那读书就更不用讲了，因为她作为千金大小姐，她如果嫁人，对方也是条件差不多，这个就是门当户对。那嫁过去之后，她是女主人。那大家都知道，古代也好，现在也好，一个女主人可以当半个家。你想，皇帝都如此，皇宫全是由皇后说了算，那外面朝廷的大事皇帝说了算，他这里也是一样的。就是说，同样的道理，他就要学习，要不然没法掌管一家里的财政嘛。看到没有？这里也是一个卧室，那这些可能就是丫鬟居住的。这里有一个暗道，在整个这个地方啊，暗道是遍布。那这里可以说是暗道，也可以说不是，因为小姐不能下楼，但是那些丫鬟是可以下楼的。每天送吃就要通过这个道路下去。她为什么不能从我们刚才进来的地方下去呢？丫鬟是作为下人，她不能走正道，只能走旁边。那同时这里放一个炕，丫鬟住在这里，也是防止那个小姐自己跑下去。现在去小姐的卧室看一看，一走进来就发现这个房间偏大一点，当时应该就是小姐的卧室。整体的话，她是在这里休息，还有练一些琴，像古筝等等，所以空间的话要求就大一点。如果是刺绣、纺织这些，就在其他的房间。在另外一个房间，就是千金大小姐学习纺织这一类的，因为在古代，包括近代，很多女子都要学习纺织。继续沿着这个通道往前走，有一扇门，在外面就是一个大的阳台，这里起到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整个家族他们用来赏月。很多人可能会说，这里是小姐进行休息或者是活动的场所，那不太现实，因为千金大小姐是不能出来的。她如果站在这里，下面的那些男子就能看到这个千金大小姐，这是不行的。这座大院是建于清朝道光时期，到现在差不多170年，也是一个城堡式的建筑。因为古代建房屋，它都有一个非常大的作用，防御性的。一座历经100年风霜的大院，如今依旧磅礴大气。这座大院到现在还有几位朱家的后人在此居住，不过今天由于他们出去劳作了，没有看到。里面大部分房屋都是空着的，